很多人拿到体检报告的那一刻，看见一张纸上到处都是往上跳的红色箭头，心里都会忍不住一紧。尤其过了60岁以后，稍微有一点指数不正常，就会担心是不是慢性病找上门，是不是以后要天天吃药，是不是会影响到晚年的生活品质。今年63岁的林伯伯，退休前是在邮局服务超过35年的资深邮差，一辈子风吹日晒，为了赶住送件，常常错过用餐时间，不然就是随便买个便当，啃个面包解决。长期下来，饮食高油、高盐、重口味，加上年纪渐长，活动量愈来愈少。退休之后，本以为可以好好放松，没想到一次例行的健康检查，却让他整个人都慌了。血压长期处在偏高的状态，血脂多项指数严重超标，血糖也来到了临界警戒值，就连肝脏的代谢指数也微微亮起黄灯。每一项异常都像在提醒他，身体已经累积了太多压力，再不调理，后果恐怕会愈来愈严重。医生看完报告以后，很诚恳地告诉他，以他目前的指数来看，心脑血管方面的风险相当高。如果继续维持原来的生活习惯，不用太久，就可能面临血管硬化、血脂居高不下、血糖控制不住的状况，到时候只能依靠药物长期控制。林伯伯听完以后，心里又沈重又无助，他真的不想年纪大了就药罐子不离身，不想因为身体不好给儿女添麻烦，更不想因为慢性病失去行动自由。可是他看住一堆看不懂的医学名词，听住一堆复杂的养生建议，完全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改变，只能每天担心烦恼，却找不到正确的方向。其实这样的困境真的不是林伯伯一个人有，我在门诊里每天都会遇到无数的中老年朋友，一样因为体检异常而焦虑，一样想调理身体却毫无头绪，一样花了很多钱买保健品，却始终看不到明显的改善。大家都很想健康，却不知道最简单、最安全、最有效的方法，其实就在日常的3餐里。很多人以为养生要花大钱，要吃很昂贵的滋补品，要做很复杂的疗程，其实真正适合中老年人的养生，往往是最朴实、最简单、最容易坚持的事情。只要找对方向，从日常饮食下手，就能慢慢把身体调回稳定的状态。林伯伯就是幸运的那一个，他愿意听取专业的建议，没有盲目跟风，没有乱买昂贵产品，只是在每天的餐桌上多加了一样到处都买得到、价钱非常亲民的家常食材，那就是紫皮洋葱。他每天固定适量吃一点，不勉强，不超量，就这样简简单单坚持了3个多月，中间没有间断，也没有额外做什么特别的养生方式。结果再次回医院复检的时候，报告上的变化让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体内的发炎指数明显下降，血脂各项数值慢慢回到正常范围，就连精神体力、手脚轻便度、睡眠品质都比从前好上许多。原本容易疲倦、头昏、四肢沉重的状况也跟住改善不少。为什么一颗看起来平凡无奇的洋葱，竟然可以带来这么明显的身体改变？相信很多朋友听到这里都会觉得很惊讶，也会很好奇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科学根据。为什么这么便宜的食材却能帮助中老年人稳定指数、改善体质？其实这一切并不是巧合，也不是偏方，而是被大多数人忽略的身体真相，以及食材里面珍贵的营养成分在默默发挥作用。想要真正明白洋葱为什么对中老年人这么重要，我们一定要先认识一个隐藏在身体里、很少人刻意注意的健康危机，那就是慢性低度发炎。一讲到发炎，多数人第一个想到的都是皮肤伤口、红肿热痛、喉咙发炎肿痛、感冒发烧这类很明显的症状，这些都属内急性发炎，是身体对抗外来细菌、病毒的正常防御反应，来得快，去得也快。只要适当处理，很快就能恢复。可是随住年纪增长，加上长期饮食不正常、作息混乱、压力累积、运动不足，我们的身体内部会慢慢出现一种看不见、摸不住，
也没有明显痛感的持续性发炎，医学上称为慢性低度发炎。它就像藏在身体各个角落的小火苗，不会让你立刻痛到受不了，也不会让你马上感觉到严重不适，却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静静地侵蚀我们的血管、细胞、器官与免疫系统，慢慢把健康的基础耗损掉。无数临床研究与医学报告都已经证实，长期存在的慢性低度发炎是造成中老年人多数慢性病的重要元凶。它会持续攻击血管内壁，让原本光滑柔软的血管变得粗糙、凹凸不平，坏胆固醇与油脂更容易附着在上面，慢慢堆积形成斑块，让血管愈来愈硬、愈来愈窄。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中老年人明明没有特别不舒服，却悄悄出现血管硬化、血液循环变差的状况。不仅如此，慢性低度发炎还会干扰身体胰岛素的正常作用，让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下降，血糖无法顺利进入细胞被利用，只能停留在血液当中，导致血糖慢慢升高，一步步走向血糖异常的状况。同时，它还会加速关节磨损、骨质流失，让关节容易酸痛僵硬，让骨密度逐年下降，也会影响肠道菌相平衡，干扰新陈代谢，降低睡眠品质，让人明明没有重大疾病，却整天觉得疲倦、无力、精神差。可以说，慢性低度发炎就是藏在大多数中老年人身体里的沉默杀手，是三高、血管问题、关节不适、代谢变差背后的共同推手。而林伯伯复检时明显下降的发炎指数，正是身体状况好转的最直接证明。这和他长期规律摄取洋葱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洋葱看起来普通、便宜、随处可见，却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天然营养宝库，里头含有多种对中老年人极其友好的活性物质。其中，对抗慢性低度发炎最关键、最有效的成分就是羧皮素。这是一种天然的黄酮类化合物，在紫皮洋葱当中的含量远远高艳其他颜色的洋葱。它原本是植物用来抵御紫外线、昆虫、病菌侵害的防护物质，进入人体之后，就像一位专业的消防员，能够温和且稳定地调节免疫反应，减少身体不必要的发炎讯号，降低发炎因子的生成，把体内持续闷烧的小火苗慢慢压下来，让身体恢复平稳状态。当慢性低度发炎获得缓解，血管受到的持续攻击就会减少，血管内壁慢慢修复，血液流动更加顺畅，全身的新陈代谢压力也会跟住减轻。不止血管获得保护，就连心脏、肝脏、肾脏等重要器官的负担也会跟住降低。这种改善是全身性的、温和的、长久的，不是一时的效果，而是透过持续摄取，让身体一点点恢复健康平衡。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长期适量吃洋葱的中老年朋友，体检指数会愈来愈稳，精神体力也会愈来愈好。除了对抗慢性发炎这个核心好处之外，洋葱对肠道健康的帮助也同样值得我们重视。而这一切主要归功酱洋葱里面丰富的优质益生元。我在门诊时最常听到中老年朋友抱怨的就是便秘、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畅。很多人一遇到这种状况，就赶紧去买益生菌来吃，以为只要补充益生菌就能解决肠道问题。但其实这样的观念并不完全正确。益生菌就像是住在肠道里的好菌兵团，负责维持肠道健康，帮助消化，促进排便，抑制坏菌。如果没有足够的营养供给，就算补充再多益生菌，进到肠道以后，很快就会饿死、流失，根本无法稳定存活，也无法发挥作用。而洋葱里面富含的益生元，正是肠道有益菌最喜欢、最需要的黄金粮食，它不会被胃和小肠消化分解，能够完整通过上消化道，直达大肠，让双歧杆菌、乳酸菌等好菌大量繁殖，壮大队伍。随住好菌数量增加，肠道的酸碱度会获得调节，
坏菌与有害物质受到抑制，肠道蠕动变得规律有力，排便自然顺畅，胀气、腹痛、消化不良的状况也会跟着改善。现代营养学早已证实，肠道被称为人体第二个大脑，肠道健康与免疫力、情绪、睡眠、新陈代谢、寿命都息息相关。肠道养得好，营养吸收顺利，身体排毒正常，免疫力自然提升，很多小毛病都会远离。每天适量吃一点洋葱，其实就是在默默照顾我们的肠道微生态，帮助好菌生长，维持肠道健康。这是最简单、最自然、最不伤身的顾肠道方式，比盲目吃益生菌更加稳定、更加持久。再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中老年朋友最在意、最关心的好处，也就是洋葱对心脑血管的保护作用。人上了年纪以后，血管就像家里使用多年的自来水管，用得愈久，管壁愈硬，弹性愈差，里面还容易堆积水垢、杂质，水流不顺畅，就容易出现堵塞、破损的风险。我们的血管也是一样，随着年龄增长，再加上饮食、生活习惯的影响，血管弹性下降，血脂堆积，血液粘稠度提高，都是很常见的状况。而这些问题正是心脑血管风险的主要来源。洋葱当中含有独特的硫化物与多种黄酮类物质，被营养学家称为血管的天然清道夫。这些活性成分进入血液循环之后，能够帮助改善血管内壁的健康状态，增加血管的柔软度与弹性，让血液流动更加顺畅，减少血管负担。同时，洋葱中的硫化物还能帮助降低血小板过度凝集的状况，减少血液粘稠度，辅助降低血栓形成的风险，给血管多一层温和的保护。更值得一提的是，长期规律摄取洋葱，对血脂还能起到温和的双向调节作用。一方面帮助减少血液当中的坏胆固醇，避免它过度堆积在血管壁上；一方面又能保护好胆固醇，维持血脂的平衡稳定。对椎血管已经开始出现硬化趋势，血脂偏高的中老年人来说，是最贴近日常、最容易坚持、最没有负担的餐桌养生法。不用花钱，不用折腾，只要每天吃一点，就能长期帮助照顾血管健康。这对中老年朋友来说，真的是非常实在的好处。除此之外，洋葱还有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却对中老年人超级重要的好处，那就是帮助延缓骨质流失，保护关节健康。一讲到固骨骼、预防骨质疏松，大多数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吃钙片、喝大骨汤、补充牛奶。其实骨骼健康远远不是只有补钙这么简单。我们的骨骼从年轻到年老，一直处在动态平衡的状态，一边有成骨细胞负责建造新的骨骼组织，一边有破骨细胞负责代谢、拆除老旧的骨骼。年轻时两者平衡稳定，骨量维持在健康状态。可是随着年纪增长，尤其是中老年以后，成骨细胞的活性会慢慢下降，破骨细胞却变得过度活跃，建造的速度赶不上拆除的速度，骨梁就会逐年流失，骨密度愈来愈低，关节也会因为长期的微小发炎出现酸痛、僵硬、无力的状况。而洋葱当中的天然类黄酮与多种活性成分能够温和地调节骨骼代谢的路径，一边帮助提升成骨细胞的活性，让新骨生成更加顺利，一边抑制破骨细胞过度作用，减缓骨质流失的速度。长期下来就能帮助维持骨密度，减缓骨骼老化的速度。与此同时，洋葱本身具备的温和抗炎作用，还能帮助缓解关节内部的微小慢性发炎，改善膝盖酸痛、关节僵硬、活动不灵活的状况，让中老年人在走路、上下楼梯、散步活动时手脚更加轻便有力，减少关节不适带来的困扰，让晚年的行动力更加自由。这对中老年朋友来说是非常实际、非常贴心的健康帮助。洋葱的好处这么多，对发炎、血管、肠道、骨骼、关节都有温和的帮助。
可是我在门诊里常常遇到很多朋友跟我说，我也天天吃洋葱啊，为什么没有感觉到明显的效果？其实问题往往不是出在洋葱本身，而是出在烹饪方式错了，把最珍贵的营养成分都破坏掉了，吃再多也没有用。很多人料理洋葱的时候，习惯用大火长时间爆炒，或者丢进油锅里油炸，炸到金黄酥香，觉得这样口感好，味道香，却不知道洋葱里面最珍贵的分皮素、硫化物、活性营养都是非常怕高温，怕长时间加热的成分一旦温度太高，加热太久，这些营养就会大量流失，被破坏，最后吃进肚子里的只剩下纤维和少量的蒜的类，真正有用的活性成分几乎所剩无几，养生效果自然大打折扣。那么到底要怎么吃才能最大程度保留洋葱的营养，让效果更好呢？今天我就把最实用、最简单、人人都能做到的黄金吃法完整分享给大家，只要照著做，就能把洋葱的营养牢牢锁住。洋葱想要营养不流失，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切完先静置，把洋葱洗前净之后，切成丝或是切成末。切好以后不要急住下锅，就放在室温通风的地方，静置10分到15分钟，让洋葱的切面充分接触空气。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洋葱的细胞壁被切开以后，里面的特殊酵素会和空气中的氧气产生反应，这个过程可以激发出更多高活性的硫化物与黄酮类物质，让营养成分大幅提升。这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关键步骤。静置完成之后，烹饪方式尽量选择轻烹饪，不要大火久炒，不要高温油炸，可以用滚水快速烫10秒到20秒。只要洋葱稍微变软就可以捞起，也可以在锅里放一点点植物油，开小火简单拌炒。只要洋葱呈现半透明、微微软化的状态，就可以马上关火起锅。这样做出来的洋葱口感爽脆，带一点自然的甜味，不会太辣。最重要的是，甜皮素、硫化物、益生元等珍贵营养几乎都被完整保留下来，吃进身体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在这里我一定要特别提醒一类朋友，就是肠胃比较虚弱、肠胃敏感、有消化性溃疡、容易胃痛反酸的人，千万不要盲目跟风生吃大量洋葱。因为洋葱含有挥发性硫化物，虽然对血管发炎很有帮助，但是对肠胃黏膜确实有一定的刺激性。肠胃本来就不好的人，生吃太多，很容易出现胃痛、烧心、反酸、严重胀气等不适症状，反而伤了肠胃。这类朋友想要吃洋葱调理身体，最安全、最温和的方式，就是从少量熟食开始。炒菜、煮汤、卤菜的时候，放一点点洋葱当做配料，把它煮到完全软烂、透明，去掉辛辣刺激的味道，再慢慢食用。一开始少量尝试，观察身体的反应，等到肠胃慢慢适应以后，再逐渐增加一点点食用量，温和调理，不伤身、不刺激，才是最适合中老年朋友的方式。最后，我一定要跟大家建立一个正确、重要、绝对不能忘记的健康观念，那就是洋葱再好，也只是一种天然食材，它不是仙丹妙药，不能包治百病，更不能取代医生的诊断、正规的检查以及医师开立的药物。我一再强调这一点，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走入误区，不要以为吃了洋葱就可以不用理会体检异常，就可以随便吃喝，就可以擅自停药减药，这是非常危险的。林伯伯的身体指数能够改善，绝对不是只靠吃洋葱这一件事，而是他同时听从医师的建议，调整了整体的饮食结构，减少高油、高盐、高糖、加工食品，增加新鲜蔬菜、天然食材、优质蛋白与全谷杂粮，搭配规律的作息，适度的日常活动，保持心情放松，才让洋葱的辅助效果发挥到最大。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一种单一食材可以解决所有健康问题。真正的养生从来不是追求奇迹、追求快速见效，而是把简单、正确、健康的习惯融入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融入一日三餐。点点滴滴，洋葱的抗炎、固血管，
护肠道、保骨骼、缓解关节不适的好处，都是温和的、长期的、辅助性的，需要持续、规律、适量的摄取，让活性成分在身体里慢慢累积，才能一点点看见改变。把这种便宜、常见、天然的食材变成家里餐桌上的常客，不用花大钱，不用折腾，不用复杂步骤，就能在不知不觉中帮助自己，帮助家人，守护健康，减少不适，提升生活品质。我们这一辈的人一辈子辛苦打拼，为家庭、为子女付出这么多，晚年最想要的不过就是身体硬朗，行动自由，少病痛，不拖累家人。而这一切的基础都来自科学、简单、安全的日常饮食与生活习惯。不要小看菜市场里一颗平凡的洋葱，有时候最不起眼的东西反而藏住最实在的健康力量。与其等到身体出问题才后悔，不如从今天开始，从每一餐开始，吃对食材，做对选择，坚持好习惯，让健康一点点累积，让病痛远离生活。如果你也希望从现在开始，用最简单、最安全、最适合中老年人的方式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不妨在评论区留下"我要健康"这4个字。这不只是一段简单的留言，更是你对自己健康的承诺，也是给自己坚持下去的动力。如果你觉得今天分享的内容对你、对家人、对身边的中老年朋友都有实质的帮助，麻烦帮我们点一个赞，订阅我们的频道，也欢迎你把这支影片转发给家里负责煮饭的人，让更多人知道养生不用花大钱，健康就在日常3餐里。让我们一起用最朴实的方式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在柴米油盐当中吃出健康，吃出平安，吃出平安，吃出长寿。在这里，我也真心祝福每一位朋友，身体硬朗，吃得安心，睡得踏实，心情开朗，不用担惊受怕，不用依赖药物，简简单单过好日子，健健康康享晚年。无论你今年几岁，只要愿意开始改变，愿意照顾好自己，身体一定会给你最真实、最温暖的回馈。养生从来不晚，健康从来不贵。愿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都能拥有健康、快乐、自在的晚年生活。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